整个月都没下雨，这些菜怎么能够长得美呢？水车快见底了，要赶紧叫平安向政府申请水车。等水车来，这些菜都已经完蛋啦。远水是救不了近火的。总好过我们在这里傻傻等天下雨吧。现在天气跟以前不一样，热起来真要人命，更何况这些菜。算了吧，剩下的水能用多少就用多少。尽人事，听天命吧。你就好咯，天天有水喝，一点都不像那些菜啊，每天都没有水喝。再不下雨的话，那些菜就完蛋了哦。你看你多么幸福，天天有水喝，天天可以冲凉。你羡慕的话，就跟他一起游咯。不可以，我要变极小才可以进去哦。看来你不笨啊。你觉得我不笨？我也觉得我不笨呢。我天天喂它吃东西，天天帮它冲凉。那你为什么这么喜欢乌龟啊？因为我从小做事就慢，想东西慢，连长大也比别人慢，所以每个人都叫我乌龟。那现在呢？还有人叫笑你吗？没有了咯，在这里每个人都对我很好，丰收哥哥对我最好，大家都是好人，你也是好人。这里真的很像一个大家庭，很温暖。那你的家也跟这里一样吗？差不多。那下次我去你的家玩可以吗？再看吧。我的家在一个很远的地方。那你继续喂你的乌龟，我先去开工喽。这么有臭味的。哇！你要吓死我啊！我是来保护你的。为什么要保护我？你一整晚不回我电话，我还担心你被那只狼吃掉。狼跟狼都念不清楚，拜托你赶紧去学好你的发音，不要整天疑神疑鬼的。给我看这个干嘛？证明给你看，他就是我哥，千真万确。你懂什么是照片吗？骗人的骗，搞不好他是跟这个网站串通好来欺骗你的。他如果不是我哥，那他是谁？反正一句话，我只相信证据。只要一天他不去验 DNA， 我是不会承认他是叶健康。我们都已经做过对比了，为什么还要浪费钱去做多一次？亲子和兄弟姐妹的比对结果是不一样的。如果要一个确实答案，就要叫你爸或你妈跟他去做亲子鉴定。我爸已经认定他是我哥了，我妈更不用说，她一看到那个疤痕就已经心服口服了。现在是认亲人，一定要小心点。血缘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取代的。感情也是无可取代的。自从我哥回来后，我爸开朗多了，我妈也回来了，我们的伤口好不容易才愈合，
这是我有记忆以来我们一家人最开心的时光。所以我拜托你，你不要再搞事了。我还是那句话，除非有很强的证据，不然我是不会那么容易接受他的。天气热，你们要多喝水。你们要多喝水，要不然你们会病倒，大家都会很难过。多喝水啊，喝。没有想到我们家种的榴莲啊，味道吃起来这么的香甜。早知道当初啊，叫你多种几颗了。你还好意思说，当初你还反对我们种榴莲呢、还好我跟老梅偷偷跑去种了，要不然呢、你今天就没有口福了。好，你的功劳最大，给你多吃几个。梅叔，你等榴莲掉等了整个晚上，我找一个味道最好的给你。哇，有没有我的份啊？当然有了。哎，来。哎呦，这么偏心啊？你怎么没有给平安或者是康乐啊？偏心又怎么样？他们两个从小到大什么好料没吃过，健康就不一样了。他在外头吃了很多年的苦，多分一点给他也不过分呐、哎，你多吃一点呐、怎么样？好吃？其实泰国也有榴莲，但还是这里的最好吃。当然啦、因为这里的有家的味道。啊，臭死人了！我还以为漏煤气呢，我差点就要报警了。我这个衰儿子啊，他没口福。你以后做错事啊，我就拿榴莲来塞你的嘴巴。拿去塞鼻子吧。不可以哦，太重哦。塞住鼻子就不臭了。来吃啊！不要，我不喜欢，我很好吃的。不要，我不要，很好，不可以。你要吗？不要。老样子，我吃榴莲，你喝盐水。我吃榴莲，你喝水。好。干嘛这样看我啊？之前我一直怀疑你为什么不澄清？你爱怎么讲就怎么讲。小时候，我们不也是这样的吗？也只有他会这样拿盐水给我喝。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小秘密，这是最好的证据。相信了吧？
这也可能是碰巧。你还嘴硬？我不是嘴硬，我是理智。不错，有进步了。以前是一只刺猬，现在变成一头牛。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之前像刺猬一样，一直刺他，现在呢，变成一头牛，这么固执。事实都已经摆在眼前了，你为什么一直不相信？我这是小心求证。我不希望你们为了弥补之前的痛苦，又带来另一个痛苦，知道吗？我知道，你的好意我都明白。但你如果一直钻牛角尖，我们会很辛苦的。如果你真的为我们好，就放下成见，好好跟我哥相处，可以吗？又是你，你在这里干嘛？又想骗钱啊？奶弟，怎么那么想把人家当骗子啊？那还给你，以后我们谁也不欠谁，不准再叫我骗子。是不是怀疑钱是假的？你这个人真的有病哎！疑心病这么重，你不累啊？要你管？鬼才懒得理你啊！你知不知道你这个人真的很难找？电话不接，text也不回。你找过我，你怎么会有我的号码？人肉搜索，只要把照片放上网，发动网友搜一下，很快就有结果啦。你不会连这个都不知道吧？那你还查到了什么？你这个 caveman 会有什么资料？最多就是你做过的 project， 不然就是你读过的学校。我去你学校找过了，都没有人认识你，看来你的人缘很不好哦。你还去过我学校？啊，不然怎么把钱还给你？幸好我聪明啊，想到来这一带找你，不然我就要贴寻人启事了。那你这样到处搜，你是不是查到我很多事？你有很多秘密吗？跟你开玩笑的啦，我要去做工啦，拜拜。哎，又是你！你跟踪我啊？谁那么无聊跟踪你啊？要跟也是跟大明星好吗？那你为什么在这里？这农场是你阿公开的吗？你能来，我不能来吗？不是他阿公开的，是他爸开的。他是你弟，有问题吗等一下，姐，你为什么认识这个 scammer？ ？Scammer， 他是我们新请来的员工。没下雨，为什么那么多水呀？菜都泡烂了。哎，你在搞什么？天气很热，我在浇水，要不然生病了你们会难过。关掉，不可以用自来水来浇菜的。为什么？还不是一样是水？因为自来水是经过处理的水，不适合拿来灌溉。为什么不适合？自来水有氯。什么是氯？氯就是一种化学物质，会伤害农作物的。这个没有人教过我。哎呀，你也不可以用这个来浇菜，这个水力很强，会把菜全部弄坏的。哎，有没有看到我的鸡呀？我有一只公鸡，2只母鸡，我帮它们冲凉了。鸡为什么要冲凉？因为它们臭，现在香了。我真的给你气死了！我们的菜，你看你宝贝做的事，他是担心这些菜 heat stress， 所以才好心去浇水。他是越帮越忙，不只是弄死了菜，还弄丢了我的鸡。
鸡而已嘛，能跑多远？最多也是在菜园走来走去，顺便帮这些菜施肥。问题不是鸡，是菜。我们交不出货，亏钱是小，但是顾客那里很难交代，平安要去应付他们，很辛苦的。你呀，总是给我添麻烦，你做什么事情都要人家帮你擦屁股，真的是养只鸡都好过养你，起码会下蛋。是，小马哥是我的错，是我带他回来的。他虽然笨了一点，但是在工作上呢，他比谁都努力，连平安他们都有夸奖他。对哦，这样看来呢，他都比你有用。你这把年纪了，还一事无成，连个傻子都不如啊！还不是你把我生成这样？我说也说了，骂也骂了，打也打过了，你还是这副死样子，永远让人操心。你念了我几十年，你不烦？我都听到烦了。妈，我已经很努力了。你努力？你如果把时间跟精力都放在工作上，我们的农场已经开到海外去啦。我以前有提过去巴丹发展的，是你们反对的。你总是吊儿郎当的，谁会相信你的建议呀？幸亏你爸已经不在了，要是他看到你这个样子，肯定会气到爆血管。你阿公10几岁就一个人来这里打拼，你爸20岁就当起一头家了，你呢？35岁了。没学历，没事业，没成就。是，人家是富二代，我是最失败的一代。我真的希望当初被拐带的那个人是你呀！干嘛又扯到这件事了？就因为你没有吃过苦，所以你才会搞成现在这个样子。你看看人家健康啊，也没钱没学历，但是他吃得起苦，有上进心。他才回来没多久，就帮农场做了这么多事。你有什么贡献？你说。你那么喜欢他，就叫他做你儿子了。我也想，我没这个福气。老天有眼，把这么好的一个人还了回来。可是你爸回不来。你又想说是我害死爸的？不是吗？要不是你跑出去，你爸就不会出去找你，他不出去找你，就不会出车祸了。对，是我的错，是我害死爸的，开心吗？爸，珍妮，哎，给你做教授。谢谢，还是你帮得上忙。丰收有你一半啊就好了。整天跟我过不去，哎，都不知道为什么生出这样的儿子。他平时说话比较冲，但是不是有心要气你的。还说不是有心气我，他从小到大都是这样。小的时候已经很顽皮了，他爸去世之后，没有人压得住他，就越变越坏。没事的，慢慢会好的。过去的事，就让它过去吧。你说的倒容易，有些事情，越想过去就越过不去。你出事当天，如果丰收能够早点回来，
他爸也不会因为出去找他而出事了。对不起。你说对不起干嘛？都不关你的事。都是我的错，要怪就怪我。什么意思啊？是我害了蔡叔。是我害了蔡叔，害了你们失去家人，真的对不起。在干什么？罚站，谁罚你？我自己。小马哥，没有人怪你，不要站了，回家吧，回家。丰收哥哥，你会不会不理我？为什么这么问？因为我什么东西都做不好，手东姐姐说我越帮越忙。这个手东姐喜欢胡说八道，你别听她的。大家都知道你是一番好意，没人怪你。你们会不会把我赶走？放心吧，不会的。就算真的有人要你走，也不是你的错，是这个地方不适合你，知道吗？走，带你去吃鱼圆。我不可以吃，我不乖，我要继续罚站。爸，休息一下吧。辛辛苦苦种出来的菜，全没了，一番心血白费了。可以重新再来的。这些菜啊是要交给新客户的，现在连第一单货都交不出来了，不止很难交代啊，农场的信誉也会受影响的。土耕要看天吃饭，现在要重新再来肯定来不及，但如果是水耕，应该没问题。你的水耕菜可以大量生产啊！之前的实验相当成功，如果加紧一点，我相信应该可以在期限内交货。照你这么说，最快多久可以收成啊？顺利的话，大概3个礼拜。3个礼拜啊！健康，那就看你的了。爸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把事情做好，不会砸了我们家的招牌的。一分耕耘一分收获，爸看好你。对不起啊，小马哥的事我会尽快解决。饿了吗？先去吃饭吧。你也还没吃啊？你等我。我不饿，你先去吃，吃饱了之后，帮我把这些给扔了。这些都是爸的武侠小说，你舍得丢？也不知道你爸是不是武侠小说读太多了，老是重情重义又热心，总是把别人放在前面，连自己的生命都可以不要。既然他连命都舍得，我还有什么舍不得呢？丢了吧，哈，房子空一些也好。丢了再也拿不回来了，你别后悔啊。
你长大了，我也老了，该放下的就放下，该看开的就看开，再执着有什么意思呢？妈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这些年，我老是针对你。今天我终于知道，我错了。我错了20多年。你爸的死是意外。他是为了要救健康，不小心出车祸，怨不了谁。你怎么知道？是健康亲口跟我说的。当年他被大耳窿抓走，不知道你爸当场就……他是听到我们吵架才知道的。要不是健康跟我说出真相，我可能会怨你一辈子。这些年，我们都白活了，以后要好好过日子。不要针对健康，要好好跟他相处。我们母子浪费了这么多时间，互相针对、埋怨。我不想你们两个也一样。人生并不长，不要等到失去了，才懂得珍惜。这东西我保管了20多年，该还给主任了。你不是一直认为我不是主人吗？我不想像我妈一样，痛苦了20多年才学会放下。平安也说得对。我太执着了，但是现在想通了。如果当年我没跟你讲，就不会害了你，也会害了我爸。我昨天才知道，珍妮一直把蔡叔的死怪在你头上。很抱歉，都是因我而起。你呀，小时候笨笨的，难怪会被人拐走。但是现在不一样了。霸气，也很欠扁。那时，你是我的跟屁虫，什么都听我的。哪像现在，一直挑战我，还跟我作对，搞得我都认不得你了。怎么了？你觉得我现在变得比你更强，威胁到你了？应该说，
大家都在进步，除了我。妈妈说的对，吃过苦的人才会变得强大。我没经过大风大浪，风吹一吹，我就倒下来了。倒下了就再站起来啊！我的脚力不好，要不要我扶你啊？背你也行啊。Hello， 以前是我背你的哦。是你自己说的，我们身份变了，不是吗？不知道当初，如果你没被拐走，我们还会像以前那样吗？谁知道啊？时间又不能倒流，就算可以，也有可能犯同样的错。是啊，你害我失去了我爸，我妈也怨了我那么多年，搞到我都觉得自己是害人精，靠近我的人都没有好下场。我有多恨我自己，你知道吗？对不起，没什么好对不起的。我也害你浪费了25年，还受了那么多苦。算来算去，真的没完没了。这些年，我们付出的代价已经够大了。我们一笔勾销。幸好你回来了，我总算可以给自己一个交代。看着我，你不是害人精，你是人见人爱的蔡丰收。好好想想你的将来，不要再让正义为你操心了。哇，你们有比较好的菜吗？已经是最美的啦。不信的话，你看我车上的那些，能找到更美的话，我1 for 1换给你。换就不用了，直接退货吧。哎 ，Chef， 不要这样了。最近天气不好，整整1个月都没下雨，菜能长成这样，已经算不错了。又不见得其他农场的菜会这样。Chef， 我们种菜用的是良心，不是随便放药的，连肥料都是自己亲手做的。菜在天然环境下生长，比较天然美。但是这个菜的样子，你Chef，相信我，样子不重要，最重要是客人吃的安心。下次我肯定送你一批更美、更漂亮的菜，好不好？顺便附送我们独家的榴莲料理秘方。哼，你这个人榴莲都不吃，怎么可能会用榴莲来做菜？我听你放屁！这道菜呢是专门给不吃榴莲的人吃的。那我是最好的代言人。真的吗？真的，我骗你干嘛？我们都这么熟了，互相关照是应该的吗？好吧，下不为例啊。谢谢，谢谢。太好了，大功告成了。菜苗都还没有种进去，哪算完成啊？好了，我们开工了。好，开工了，开工了。对了，这些菜苗要种下去多久我们才能收割啊？水耕不受天气影响，害虫也少，长得比较快。从播种到收割2到3个星期。哦，
快是快，不过这个方法不便宜，要大量生产就要投资很多钱。我有一个朋友刚转型做水耕，但是技术跟设备就花了过100万。这就要看我们要做多大。水耕成本虽然高，不过产量稳定。我们用土耕每个月只能收1次，水耕却能收2次，盈利翻倍。新加坡土地有限，确实是比较适合做水耕的。现在很流行垂直农场 （vertical farming），一层一层上去，可以上去好几层楼的。我们可以种很多不同的农作物。老妹啊，宿舍后面还有一块空地啊，你跟工人去搭棚，我要在那边拓展水耕农作物。包在我身上。好啊，那我们就朝科技农场发展。什么事这么开心啊？我们已经决定要把农场现代化了。哦，好啊，那是好事。我也有一件事想告诉大家，小马哥的问题我已经处理掉了。小马哥的问题我已经处理掉了。处理？怎么处理啊？你又做了什么好事啊？我把小马哥送走了。我告诉你啊，里面呢有很多好吃的鱼圆，你自己进去买。嫌不够啊？我有钱，我可以花自己的钱。我叫你拿你就拿了，乖。我不可以再拿你的钱了，你已经买很多好吃的东西给我吃。这不是我的钱，这是你自己赚来的。那总共300块。我的工钱？是啊，我本来想迟一点才给你，现在通通给你了，爱怎么花就怎么花。这些钱不只是可以买鱼圆的，还可以买手动圆。是啊，里面还有很多好吃的东西，继续看吧，不用急啊。丰收哥哥，我有一个问题要问你，你是不是在骗我？里面都没有人的。人都在里面嘛，你站在这里当然看不到啊。那我问你，我有没有骗过你？没有，丰收哥哥没有骗过我。你对我最好，你带我来新加坡，你是一个大好人。那你就相信我吧，你快点进去，哎，迟了就没有了。你等我，我很快就回来。他那么单纯，很容易被人欺负的。万一遇到坏人怎么办呢？不会了，那是个合法机构。什么机构？就是专门收留那些有身心问题的服务中心了，是李龙介绍的，听说还会给他们上课、培训什么的。你不要他啦！你以为他是什么？猫狗？想要他来就来，想要他走就走吗？我也没办法，谁叫他整天在农场惹麻烦。你惹的麻烦比他还要多，又不见你走。那你为什么不把他送回巴杜巴哈？送回去，那不是更惨？那边的环境更恶劣。把他留在新加坡，至少我偶尔还可以去看看他啊。你还说，小马哥怎么说也在农场待了一段日子，算是我们的一份子，怎么可以因为他犯了一点小错误就把他送走了？对啊。没想到你们都能接受小马哥，大家对不起，我真的错了。以前不管犯了多少错，你们都不会放弃我。我忘了，好安静农场是要给顾客吃的安静，我们在这里工作也要做得安静。对不起，我马上带他回来。我也去。负责人说没看到他，现在怎么办？你确定他真的有走进去？有啊。你怎么可以这么不负责任？
你也知道小马哥的情况，万一他走失了怎么办？我哪有想这么多？我只想帮农场解决问题而已。你是解决了一个问题，不过你又制造多一个问题，现在都不知道怎么收拾才好。你可以找李龙帮忙吗？ Hello， 迪leon，需要你帮忙。小马哥不见了，我现在马上把照片发给你。OK， 谢谢。小马哥这么胆小，应该跑不远。我们分头找一找吧。好啊。 你还说我不是害人精，当年我害你受苦，现在又把小马哥弄丢了。如果这次他回不来，我会更内疚，我会更恨自己。他已经成年了，不会被拐走的。我看他应该是迷路了。你也找不到小马哥？找不到。 其实他像个小孩子，走失了会害怕。我看他应该还在附近。你相信我，我会帮你把他找回来的。25年回家的路我都能找到，你还对我没信心？学院组织那里有没有消息啊？ 李leon已经发布学员启事了，我看到很多人在帮忙 share。我看我先回去农场，说不定他已经回去了。我在附近找找看。我跟你去吧。好。小马哥，小马哥，你千万不能有事啊！不要急，我们一定会找到他的。是李leon。Hello。 好，我们马上过去。找到小马哥了是吗？他说在雾洛溪水池发现了一具男尸，他的身形还有年纪跟小马哥很像。李leon在那里，李leon。 你们要有心理准备，有个坏消息要告诉你们。真的是他？真的很抱歉，请节哀。熟悉的月光，照亮了夜晚，像梦一场。 想你在身旁，倒带的片段，尘封的温暖，回忆接不断，望着星空孤单，思念和期盼。 寂寞的守望，憧憬迷惘，漂浮流浪我习惯，往黑夜的远方寻找回家星光，守望时光倒流的魔法，想回到你身旁，温柔的臂。